这群孙子，话题绕了一大圈，就是不谈工作事。既然是这样，他跑到上海来干嘛呀？他们都来上海好几天了，每天不是吃就是玩，根本不谈正经事儿。我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。我们公司原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，要不我们找个有经验的人问一下。你倒是提醒我了。所以这些天你都住宾馆啊？对啊，随时候场。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啊，我都快把我们家赵医生晾成花花菜了。可是他们倒好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绝口不提审查的事儿。唉，不要告诉我，是因为我的年轻美貌，人家才不把我当老总看。Andy 呀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再配副眼镜，把自己搞得再老气一点？跟这个没关系，他们是在磨你的耐心。磨耐心？招标审查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，哪有只需要吃吃喝喝那么简单？他们来你这审查都做了些什么？就审查啊。审查之后呢？签约啊。姚斌说了，这次招标总共分2轮，第一轮锁定3家公司，第2轮由审查小组打分，直接选定跟谁合作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折腾这一出是为了卡签约的条件？还不算笨。其实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谈判方式，目的就是为了扰乱你的思路，施加压力，逼你出牌。如果你心情焦虑，急于求成，自然就亮出底牌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再跟你谈，稳赚不赔。我去，用心险恶呀！做生意嘛，都是争取利益最大化，也没有什么险恶不险恶的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就应该乖乖听他们的，主动送上门去？这个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其实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都可以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，你的底线在哪里。像这种招标，其实就是招标方和投标方的一种博弈。不过你的公司能够第1轮的通过了，证明它基础还不错。现在第2轮派专业的小组到你那审查，目的也只有2个，一个是要核实你之前所递上去的资料是否存在虚假，第2呢，也是希望能够削减成本，通过最少的代价获得最优质的服务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工程类的项目利润应该是相当透明的，你只需要想好你自己的预期利润的底线在哪里，没有必要跟着对方的步调走。我懂了，我只要预设好目标，对方能接受就合作，不能接受就拉倒，没有那么多七七八八的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其实合作一定要建立在甲乙双方都能够接受合适的这种范围之内，要不然就没有必要合作了。当然，有的乙方呢会为了争取到这个机会，跟着甲方的步调走而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可是，就算你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如果你没有赚到预期的利润，甚至赔本赚吆喝，这样的合作也是不能长久的。没错，赚不到钱的生意我宁可不做，这个道理我是懂的。哎呀，安迪，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，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大恩不言谢，我先走了。这帮孙子喜欢折腾，没那么容易。哼，我先晾你2天再说。你要干什么？找赵医生啊。你呀，有喜欢的你赶紧上。徐总，怎么样啊？还在里面讨论着呢。还讨论什么呀？一共就那么点东西，要讨论几年啊？几个意思啊？这是？还能几个意思呀？跟以前一样拖呗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有什么好拖的？之前拖是因为谈条件，现在咱底牌都亮出来，还拖什么拖？有劲吗？你问我呀？我哪知道呀？那这审核小组来了这么些天，你天天跟着住酒店，这怎么行啊？连家都没回。他们要是没有诚意啊，就别跟他们合作了。咱们呐，不缺这一桩生意啊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好不容易轮到第2轮，现在放弃，那我之前做的事不白做了吗？好，你的事爸爸妈妈不插手。你那个审核小组什么时候弄完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来住几天，妈给你好好补补啊。啊，我说那个事儿还好，一说那个事儿我就头大。话我已经都挑明了，
那伙人还在那磨磨唧唧的不给力，能给的利润我也都给了呀。我都不明白了，他这么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在等你加料呢。香香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进入2轮的一共有3家公司吗？形势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朗了，这就是看谁有料，并舍得给料的竞争。但是我做这么大个项目，总不能让我不赚钱吧？你看我的报价，我的毛利润也就200来万，再除去成本，除去公司那些费用，根本就没有再剩下什么嘛。那如果再加料的话，那我整个工程基本上毫无利润可言。没错，就这个数。生意做到现在，谁都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。你的公司的逆势运作呀，在那些老将眼里那都是透明的。你不如一口气给足他这个数，跟他们混成兄弟啊，让他们为你打开大门。实际利润吧，来日方长。臭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先拿下项目，然后到实际操作环节的时候做手脚？你这可是恶意低价，查出来可是要废标的。为了做长线，割舍眼前的利益也是有的。只要不亏本，就不能判定为恶意低价。至于到了实施运作方面，环节太多出点问题，它也是正常的。不然呢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想想。是，留下200万，显得我们还有赚，而且我们够大方，够朋友啊。而且保证绝对不会在交付的时候做手脚。不是你们俩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？我先走了，我得赶紧跟工程师谈谈去。不是你饭还没吃完。谢谢爸。哎，潇潇，水果还没吃呢。不吃了，拜。哎呦，这孩子。加油加油啊！打起精神来，沏咖啡，喝咖啡。谢谢总，你辛苦了啊！喝咖啡来。谢谢总，谢谢总。加油加油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大家辛苦了，再加油！最后一点做完，你们可以休息了。林秘书，你再陪他们周旋一天，我先睡了。等我摸清楚了具体细节以后，再找他们谈判。这帮孙子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次我搞不定他们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如果中标的话呢，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包一个大红包 ，OK？ OK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这次投标的成本价，这是我的最低报价。我认为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哦，怎么讲呢？谁都想赚钱，亏本生意没人做，这也不符合规矩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比较权衡，想挑选出最合适的合作伙伴。是，也许有人会给你们成本价，但他们肯定会在实际操作环节捞钱。你想质量不说，赚的肯定比200万多。我拿了这200万，保证不玩任何猫腻。你省心，我也省心。姚斌说你聪明，果然没有说错。但是这个标书一改，这个标书的所有细节通通都得改。
你来得及吗？给我订票吧，我们明天要回去了。现在就回去了？怎么？你不是天天盼着我们回去吗？再说了，我们要是不回去，怎么向公司汇报啊？怎么跟你签这份招标合同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把这个项目给我了？该审核的我们都已经审核完了。我呢，一直也在观察你们的态度。这些天，你的诚意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这200万呀，更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勇气和决心。从我个人来看，我很愿意把这个项目交给你。感觉怎么样？看他那表情，我觉得没戏。他没笑啊，估计这事儿成不了。曲总，怎么样啊？是曲总，我们新做的标书，客户说什么没有？曲总，曲总，你要的现金10万，还有什么？徐总，麻烦您在这里签下字。TS 项目的相关培训进展顺利，他们要求周一开网络会议，讨论下一步的发展问题。还有杭州市的项目，大家都在等着中标后的工作安排。我们的工期只有6个月，超出时间，大家会面临巨额赔偿。我知道了，通知他们开会吧。好的。好。爸妈，你们又捣什么乱呢？怎么是捣乱呢？啊？你妈听说是你中的标，就说要安排家宴，专门为你庆功，庆祝我们的女儿旗开得胜。那是应该的。不过我太忙了，一会儿还得先去趟医院。你跟我妈要吃饭的话，估计得晚点儿。哎，你请那位医生一起来吗？没到时候，忙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呢，我这要复出工作了。等我忙完以后回去找你妈。拜拜。喂，喂，怎么挂了呢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来不来呀？不是，你给他发个信息。啊。还说我丑女儿，我看你呀，比我还过于。那是，女儿的任何一小步，在我心里那就是登月的一大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哎，来了。你看，等我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吃得太饱，我会给你们带一捆绿皮甘蔗。绿皮甘蔗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你怎么没想到我呀？我就知道，还是女儿最心疼爸爸。呀，眼圈怎么还红了？这屋子有点闷，我出去抽个烟。我们必须要仔细检查一下投标文件是否是齐全，如果有缺漏，要立即与相关人士联系并且解决，知道吗？好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我们明天再接着讨论。散会。怎么样，我们的曲总累了吧？
个飞机，又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休息？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呀！南通市施工程项目，当然啦，我当然有兴趣啦。可是这样的项目需要人脉，你认识招标办的人吗？哎呀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这消息是我一老战友传递给我的，找你联手就是为了打通人脉。你要是有个认识内部的人，你赶紧跟我说一声，我得另找人合作。毕竟这年底就招标了，时间不等人呐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想到一个重要的朋友，他应该认识人。安迪呀，问你要个包总的电话，我在南通市有个项目，需要他帮忙我引荐几个人。我一会儿发给你吧。谢啦。哎，对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家阿姨包饺子包的特别好吃，反正你在上海也没有亲人，要不要一起来啊？不了。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打算找个海岛度假，放松一下。度假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跟魏兄一起去吗？一个人去啊？分手啦？我就知道，安迪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劝你一句，当断则断，要不然就像我对赵医生那样，死缠烂打不放，不要顾及那么多有的没的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记得把包总的电话发给我哦。拜拜。吃饭，这事儿我得问问秘书啊。我最近好几大单子生意要谈呢，恐怕没时间。包总啊，你这种外交辞令呢，就不要再用到我身上了。我知道你贵人事儿忙，但是呢，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跟你交换啊。我有安迪年假单独出行的行程，你帮我介绍一个关键的人物。我要参加贵市的一场招标。这样啊，明天下午5点，我正好要去趟上海，你派人来接我，咱们见面详谈。您可真不客气哦。对待有诚意的合作，我从来都是以诚相待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难得来次上海，怎么不去骚扰安迪呀？我就来1天，就不打扰他了。再说安迪那么难追，也不差这1-2天。安迪过年会去哪儿啊？这事儿不着急，你先帮我搞定了审核项目再说。就这样？就这样啊，你只需要牵线搭桥，后头的事情我自己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可能需要你帮忙。我就说吧，没这么简单。说吧。我呢有这么一个人，特别喜欢。被你看上也挺倒霉的。本来处的都好好的，可一不小心被他发现我不学无术，突然要跟我分手。这男子反应还挺快的。你根本不了解情况，凭什么这么说呀？我觉得吧，他不是真的不喜欢我，只是拉不下他知识分子的臭面子。明明很在意，还装不淡定，整个一闷骚。这种人，我认为需要给他点别的刺激。怎么刺激？我？不行，万一被安迪误会了，他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怎么办？Hello， 安迪啊，我打算自己赵医生借你家包帅哥一用。什么你的我的，那就是普通朋友。哦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不客气啦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赵医生打电话来，你能怎么吹就怎么吹，千万别露馅儿。
看来某些人离美人在怀还遥远得很啊。怎么样，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你怎么就那么笃定我会帮你呢？奉劝你一句啊，做人还是实诚点好，小心思太多，当心抓错重点，满盘皆输。大招要放，小手段也不能少。这种事儿就不需要你提醒我了。怎么样，帮不帮？一句话。还是那句话，安迪过年会去哪儿？这可是重要情报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不过我曲筱绡说话算数，只要你能帮得上忙，我肯定帮你搞定安迪的重要行程和航班。这个我可放心不了，一点甜头都吃不着，就让我出血本，这不是我风格。那行，我先给你个重要情报。安迪跟魏兄最近正在闹分手，原因未明。怎么样？这个消息够不够有价值呀？我就喜欢雪中送炭。成交。成交。